这里不是仙界，快跑！我这是魔怔啊，不就是飞升仙界吗？难不成会被抓去挖矿？还是上界大能以我人族天骄为食？我都修炼到天仙九重天了，再不济也能混个矿工头子吧。下界师弟飞升上来了，师兄师姐们，快抬起双手接住我们的小师弟！不用法力徒手接，这样能接住就有鬼了。别忘记了赌约，你们要是输了，一人1块仙晶。别废话了，左边点儿。不对，往右。左边。完了呀，没接住。我就说接不住吧，诸位拿来吧。我特么输了不认账，这烂摊子还留给我，一群狗东西，我也溜了。不行，要是让小师弟知道是我和这群狗东西打赌，才导致师弟从空中摔下来，不得参我一本啊！多谢兄台相助，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？俺叫吴大力，以后你可以叫俺大力师兄。师兄，你飞升的世界是我浮云宗的地盘，所以你飞升上来，自然而然就是咱们浮云宗的弟子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师兄出手相助。这师兄修为怎么才天仙初期？难道是隐藏了修为？仙界的水太深了，没摸清底细前，还是低调行事。没发现？还好，应该的。小师弟，你刚飞升，我先带你去见师尊，我们浮云宗的宗主，仙尊境大佬牛波波拉斯。哦，仙尊，这大腿够粗，我喜欢。大力师兄，这爆炸什么情况？没什么，师尊他老人家自爆了。原来是自爆啊，我还以为自爆不是仙尊嘞，仙帝之下最强者，面都没见到就自爆了，仙界这么危险吗？师弟啊，在这无上界，遇事不能大惊小怪，行事风格要突出一个稳字。稳过头了吧这？师尊不过是活得久了，想要尝试一下新东西。师弟安心，49天之后就可以去拜访师尊了。意思49天就可以神功大成了吗？那倒也不是，师尊一心想要练成圣魔融合之道，都炸了几千次了，我们都有经验了。49天之后就从轮回中归来了。这都小事，如今师尊自爆了，师弟你只能去迎新处了解一下无上界的一些规则和注意事项，那里就是迎新处。师兄我还有事要忙，就先走了。跑这么快，怎么感觉大力师兄有点做贼心虚啊？仙界的水有点深啊。师兄，我是刚刚飞升上来的，是在这里报道吗？原来是小师弟啊，接引你上界的是哪位同门？好像叫吴大力。无他。师兄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怎么还整上电报了？师弟有所不知，吴大力不是他真名，而是叫秦勇。有些是师弟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假名？仙界人路子都这么野吗？师尊炸了，师兄连名字都是假的，这合理吗？我叫林磊，他叫林芳，比你早800年飞升，你也别吓着小师弟了。嘿嘿，三藏拜见两位师兄。小师弟，咱们先在宗门登记造册，然后等师尊活过来之后，让他老人家给你安排差事。我问你什么，你就回答什么，要如实回答，否则将来让长老们查出来，可是要受惩戒的。姓名：三藏，年龄86，确定？也有可能85。85、86都无所谓，师弟不到100年就能飞升成仙，资质着实让人羡慕啊！嘿嘿，侥幸而已，侥幸而已。当前境界，这个必须是真实境界吗？师弟这话说的必须真实啊！大家都是人仙飞升上来的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师弟放心，这册子入了库，就只有师尊和长老们可以阅览，不必担心让旁人知道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天仙境9重天，天仙，你没开玩笑？别人都是人仙飞升，你特么天仙9重天才飞升，你们的世界有多好，值得你这么留恋？你想啊，仙界大佬肯定多，实力强一点也能自保不是？所以你不仅仅是100年内飞升，而且是100年内到了天仙境9重天，甚至有望在100岁前突破玄仙。你知不知道大多长老也才玄仙境？很难让人接受吗？打不过，我忍。两位师兄还问吗？在得知这些同门实力好像真不怎么样后，三藏顿时支棱了起来。高境界的前辈面前唯唯诺诺，面对低境界重拳出击，可是修仙的精髓所在。问，当然要问。师兄我倒心稳固得很，怎么可能被区区2句给干碎了？师弟，你飞升上界渡的是什么劫？挨过了多少道天雷？什么劫我是真不知道。当时天一黑，我听到有个声音，终于等到我飞升了，恭送我离开之类，然后就开始渡劫了。天雷是紫色的，大概是99道，晕之前是99，后面我就不清楚了。再醒来，已经来到了仙界。99，师弟你晕了怎么飞升的？逗我呢？秦勇师兄可以作证，我就是晕着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被他救起来之后才醒的。你确定他是把你救起来，而不是那缺德玩意和人打赌才导致你没安全落地？好，我就说那瘪犊子怎么做贼心虚的？那秦勇是天仙初期，
哦，多谢师兄，我心里有数了。基本信息就这些了，师弟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？没有什么补充的了，还请师兄多多保密。我肯定会保密的，但你这事儿应该不是想要保密就能保密得了的。宗里来新人了啊，可惜宗主炸了，也不知道新人质量如何。如果尚可的话，倒可以。86岁天仙九重天，成仙劫99道紫色天雷。这不行，得立马召集所有长老来决定此子的去留。86岁的天仙九重天，成仙劫99道紫色天雷，嘿，这天赋，仙帝也要自愧不如啊！此等天才，直接定为宗主亲传也不为过。可那个憨批宗主刚刚炸了，炸了他妈的也是亲传。可问题是这太天才了，按规矩需要上报天地宫，由地道传承出面将他接走。上报个屁！当狗当习惯了吗？就算是当狗，也要记得藏实啊，混蛋！有一点我忘记说了，三藏是从北冥大世界飞升上来的。北冥，那个被北冥落雪打碎本源的世界。难怪这小子足足修炼到了天仙境，才被世界本源排斥飞升。通天阶下断因，人生缘灭，生死两隔，千年的因，今日的果，你们说值吗？值不值？我们又不是当事人，我们要做的是守护这份温馨。您呐，有时候不能太执着偏激，做点开心的咸鱼不好吗？让落雪那丫头将新人带过来吧，在宗主回来前，九长老由你来引导三藏。值吗？师兄，天都要黑了，再不给安排住处，我今天就要露宿街头了。师弟莫急，九长老已经派人来了。来了。出场自带 BGM 和特效，两位师兄，这谁呀？你不认识吗？我应该认识吗？北冥落雪，你们北冥大世界的天命之女，北冥大世界最近一代的飞升者，而今距离她飞升不过1000年。我今年刚满86岁，嘿嘿，你猜猜我为什么不认识？打扰了。这小妞的眼神不对劲啊，幽怨释怀，不能是上一世的孽缘吧？要不要这么狗血？见过大师姐，原来是大师姐啊！那啥没什么事，我们兄弟俩就先走了哈。奇怪，怎么一副猫见了老鼠一般？大师姐这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身材有身材的，实力也就在天仙8重天的样子，至于吗？师弟来自北冥大世界，那可知道雪宫？雪宫名扬天下，我虽心已久，修行时间却短，没来得及登门拜访过就飞升了，实在是遗憾啊。那个拐带雪宫圣女逃走，然后拒绝入赘，不得不搞了个始乱终弃的人叫唐玄奘，关我三藏什么事？这臭小子还和老娘装，他怕是不知道血脉后裔是可以通过血脉祭祖来传递一些简易消息。哦，真是这样了。当年我境界到了，不得不飞升，走得匆忙，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韩雨晴，不知道如今如何了。韩雨晴，雪宫当代公主韩雨晴，雪宫圣女燕小小的母亲，所以我得叫姥姥。就说修仙不要碰感情，你看这辈分。三藏强忍着转身便跑的想法，硬着头皮哈哈。韩公主威名远震，可惜不能一睹风采，真的遗憾，遗憾啊！不遗憾，她资质虽不及你，但也算得上优秀。待到她飞升上来，你俩可以多亲近亲近。师姐找我应该不是叙旧这么简单吧？跟我来，我带你去见九长老。师姐，这合理吗？是不是有点硌得慌啊？这里是空间夹层，通过了这里才能进入内门。不过我们更喜欢称之为真灵梦所。真灵梦所，这是太古真灵之梦那种傻狍子的梦境，那其流连也就合理了。听说每一只都有着极为特殊的能力，师姐，我们宗门这只织梦的能力是什么？用不了多久，你便知道了。注意，到了。注意什么？就挺突然的哈。通常新弟子都会这样，出了梦境，织梦梦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消失了。道理我都懂，主要是师姐，你手里的流影石是怎么回事？10块仙晶。什么10块？师弟才来到无上界，怕是不知道无上界天地宫有一样至高仙器，名为区域网，以此为根基，建立了万界异文。任何人都可以将讯息放在万界异文之中，供整个无上界的生灵阅览，自然影像也能上传。师弟也不小。三藏人都傻了，这特么是哪个穿越者搞出来的事情？我认栽，可我刚飞升上来，没有仙晶怎么办？北冥落雪熟练地拿出一沓空白的欠条，从中抽出一张。拜见九长老，三藏给您带来了，落雪告辞了。被坑了多少？10块仙晶。三藏，你对宗门……算了，不问了。
实话说，以你的资质是可以推荐到天地宫的，不知道你对此有何想法？这是在试探，若是回答错会发生什么？长老，敢问这天地宫是什么所在？就是几位先帝闲的没事儿，创造了这么一个松散的组织，也就那样。先帝，这要是抱上大腿，我得提醒你，进入天地宫的条件颇为苛刻，像你这样的，只是勉强够资格，或许得不到什么资源倾斜。我的天赋绝对过得去，这天地宫也绝对是个好去处。可浮云宗真会放人吗？长老，我若是留在宗门的话，宗门自然倾力培养，不会给你强制任务，你会得到最大的自由度，资源倾斜，而且有仙尊宗主亲自教导。可宗主炸了，迟早会回来的，所以你决定去天地宫啊？浮云是我家，这才对嘛。长老，我可跟你说，我梅仙经给你敲上一笔。这东西名为万象石，是链接区域网的必备品。切记，炼化之后用此石传递讯息，所有人都知道是你做的。这个被天地宫称作实名认证。我他妈实名认证？靠，这天地宫绝对有穿越者。来，咱们先加一个好友，你扫我。你已添加，我乃推性之今为好友。对了，你可以为你的社交账号设置一个昵称，就像我这样，多霸气！而且任谁一看了就知道是我。你的好友无名小辈，更名为平平无奇艺术家。哎，艺术家这么文艺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就是没有冲劲儿了。对了，你刚飞升仙界，手头很紧吧？我这刚好有一个任务，任务完成奖励20万仙金哦。三藏一脸狐疑地盯着九长老，生怕这是缠他身子。要知道门派大师姐为了10块仙金，可是无所不用。老道，我警告你，我这艺术家的称呼可不是白取的，你要敢乱来，我就炸给你看。老夫活了数万载，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？差点被你小子带偏了！滚滚滚！具体任务详细，你去找五长老，这件事是由他负责。五长老是男是女？双马尾，萝莉。哦，那就好。嘿嘿，那九长老要是没啥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滚滚滚！对了，你先去找落雪那丫头，让她给你安排一个住处。20万仙金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完成任务了，还10块，再扔10块。等等，双马尾萝莉住哪？大师姐又住哪？这让我去哪找啊？哦，这位师兄可知道北冥落雪师姐的住处？我找她有点事。生面孔，看不透具体实力。你是刚飞升的天才，那个100年就天仙9重的三藏。消息传得这么快吗？像我这种天才，不应该是暗中培养吗？就还好，随便练练。好欠揍啊，可打不过。以上一句说了啥？就还好，随便练练。不，见面那句。这位师兄可知道北冥落雪师姐的住处？我找她有点事。靠，你刚入门就想打北冥师姐的主意，你别以为你天才就能为所欲为，我不答应，群众也不会答应。不是他有病吧？这都什么事嘛？这孙贼不会造我谣吧？就在三藏纳闷之时，浮云宗的论坛便被各种小道消息刷屏。狗贼，不就10块仙金就造我谣，老娘要你狗命！我靠，还真的！一坨硕大的蘑菇云在浮云宗内门缓缓升起，当事人看热闹的半截长老慌，刚刚烤了一只芦花鸡，正准备都飞了。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不就是让你给小师弟安排个住处吗？这么把我长老峰都炸了，这是看上我这长老峰了呀！意外，我没想到师姐会对我出手啊！他造我的谣？什么谣言？嘿嘿，细说。你们自己上好友圈看看去吧，版本可谓是五花八门。好友圈那是什么？九长老没理三藏，而是飞速浏览了一遍，然后眼珠子越瞪越大。这鳖孙儿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暴露出去了，别被我逮到。不是说做好保密工作，不让天地宫知道我们浮云宗出了个绝世天才吗？你俩真的没啥隐情？绝对没有。没有就没有，激动什么？真不是你干的。我知道是谁干的了，就他。好，是你小子。加个好友，我把你住处位置发你。走好无敌雪仙子已添加你为好友。这仙界真他妈先进。奇怪，怎么又下雪了？暗生情愫是吧？早就有一腿是吧？还爱恨情仇。不敢了，大师姐，再也不敢了。给我签字画押，精神损失费你是赔定了。见招什么的，简直太可怕了！大师姐这是掉钱眼里了。
火眼云烟，申请添加为好友。我是浮云宗二长老，到我店里来一趟，我指点你修行。见过二长老，不绕弯子了，讲讲你的功法，说说你修行上的困惑，我看看有什么可以指点你的。我这功法有点特殊，乃我半生功法，可能。你无需担心，只需要提出问题即可。功法的核心内容，若是不便告知，也可以不说。我倒也不担心泄露，主要是这功法太过深奥，弟子虽然已学会，但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。要是二长老当真能够解惑，弟子自是感激不尽。有点意思，你倒说说看。问题很具体，就是有几行字。三藏幻化出一张纸，飞快在上面写下了一套公式。这就是你的功法，没瞎写。对，有什么拿什么什么的，这就是弟子半生功法的不解之处，还请二长老替弟子解惑。充斥着毁灭之力的上古神文。对，破坏力老大了，走到哪都是艺术。抱着指点弟子修行的二长老神色有些尴尬，不能说不会吧，但这完全看不懂啊。没了。从未见过的神文，你且说说你这功法的特性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特性的话，大概就是让我用一点灵力去诱发另一点灵力，让其在外部变得不稳定，从而诱发更多的灵力暴动，形成链式反应。不过经我实验下来，不仅是灵力，规则或者法则也同样适用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长老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二长老都快大出三室一厅了，这天马行空的功法他完全不能理解，若是单纯引爆灵气他也会，可那伤害也就看个乐呵，完全比不了三藏一举炸掉长老峰的壮举。而说到爆炸，二长老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那个哀兹道的仙尊宗主。你这功法的效果很有宗主的风范，等宗主从轮回中归来，你可以去问问他。那个飞升第一天就炸了的宗主，你还别说，确实挺像的哈。我先将你的功法记下来，研究一下，若是有了突破，我再私信你。嘿，二长老既然要研究，那顺便帮弟子把这套公式也给研究研究。离开二长老的住处后，三藏便动身前往吴长老的住处，那可是20万现金报酬的任务啊！绝对不是为了看双马尾萝莉。而三藏也是趁赶路的功夫刷论坛，进入论坛的瞬间，他便看见了一道置顶的帖子：解开以下文字蕴含的秘密，奖励20万现金。多少？20还有万？我没看错吧？宗门何时这么大方？重金求语言学天才，事成之后答谢80现金。万恶的资本家，嘿！五长老、九长老让我来和你聊20万现金的事。不错，身材相貌都是1等1，稳了。好好干，事后20万现金1分都不会少。长老，你是双马尾萝莉没错，但我三藏做人还是很有原则的。所以你想表达什么？得加钱。加钱是吧？把姐姐我当什么人了？看他们。原来是新秀展啊！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长老姐姐，让宗门的未来之星去参加这种装逼场合，会不会太高调了？我也不想啊，谁让他们给的太多了？第1名奖励足8000万现金，足够那憨皮宗主再多扎上几回了。所以你自愿放弃这次能赚20万现金的差事。为了宗门的荣誉，三某人豁出去了。嘿，长老姐姐，那比赛内容是什么？第1个项目是才艺展示，也就是让你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，修行的什么功法，悟的什么道。一般这个项目，那些悟道比较奇怪的优势比较大。比方说前几届出了一个奇葩，挨骂就能变强，可以积攒怒气，怒气满了就能开单。这前摇也太长了吧，这也能拿高分？这倒和实力无关，主要是评委们骂爽了，实在不好意思给他打分太低。说到这里，你是什么的？我会艺术，艺术你懂吧？唱跳 rap， 这倒和你的网名平平无奇艺术家相应上了。艺术就是爆炸，爆炸你懂了吧？哼！你和憨憨宗主倒是挺投缘的，嘿嘿。前不久九长老的长老峰炸没了，是你干的。意外，那是个意外。第2个项目是形体展示，颜值和身材很重要的，你都不知道这一个项目关注度有多高。你这颜值虽然还不够完美，不过也够看了。第3个项目是实战，这点估计你也是碾压，近5年飞升的估计都打不过呢。哦，那意思就是稳了，基本稳了。那还说啥？我们现在就出发，20万现金啊！五长老飞快地掏出万象石板，弄一番后，打开了一个界面。你看，这上面有个功能叫做万界互联，打开进入专属空间，然后在这个空间里的人就都能看见你了。直播，我累个大豆，到底是哪位前辈穿越过来搞了这么多东西出来？来扫一下。
是否报名参加本届超级新秀杯？不知为何每次听到扫一扫都很出戏啊。确认参赛人员信息：三藏、天仙境大圆满，赛区苍玄玉，距离开赛还有1天，请留意万象时的通知，准时上线参赛。长老姐姐，这比赛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注意2点：第一，绝不拿第二；第二，一定要拿第一。死鱼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还有，我乃吞星之精，不是死鱼。鲸鱼是不是鱼？被干趴了是不是就死鱼了？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。三藏，为了能够让你在比赛中一举夺魁，宗门组织了力量，为你提供了强力的支持。还有高手，都出来吧。宗门福利这么好的。三藏，你最棒！三藏，你最强！三藏，我们爱你！怎么样？我浮云宗1000年传承的红色经典少女团怎么样？嘿嘿，这要是再加上黑丝或白丝就完美了。他创造了核裂变和核聚变修仙，却只为在仙界宣讲和平之道。要么这世界和平，要么我和平世界。这一刻终成艺术。伴随最多升起和平之光。不要说演武场了，整个演武峰和方圆千里的山峰皆夷为平地，直播间的众人都是。就这爆炸的威力夺不夺冠都不重要，人没事吧？诸位，这便是我的道，和平之光，承让了。简直离谱，玻璃超都是吧？我他妈以为讲道理呢。这是和平，这明明是和平。道友大才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万魔宗？可我已经是浮云的人了，要不你去评委直播间问问我师尊。整个苍玄域都咽了咽口水，仙尊之威不可亵渎，哪怕是排位。不知所谓，这就是我浮云宗的牌面。快，都行动起来 ！AB 组弹幕节奏刷起来！这新秀杯第1轮的第一必须归我浮云宗。西佐，快找找看，宗主的私房钱有没有炸出来？三藏一脸感叹地看着自己的杰作，该说不说，仙界的灵气就是不同，爆炸的威力都大了不少。还没等三藏感叹完，一个长方形先是坠落，上面焦黑的痕迹，说明这东西是被封到天上的。这该不会是宗主的私房钱吧？你小子可以啊，真将宗主的私房钱崩出来了。男人呐，不容易。还没等三藏反应过来，无数浮云宗弟子和长老纷纷将这一幕给留影了下来。各种关于宗主私房钱被炸出来的消息席卷整个浮云宗的论坛，甚至整个苍玄域。毕竟直播可还开着呢。等等，阿维，宗主的牌位还在看直播呢，实在不行给我打个码，我怕。傻狍子，你正常点，一惊一乍的。九霄仙尊瓜也不吃了，当着浮云牌位面，快速用万象石打开了一个好友聊天界面，天音静心，备注是浮云憨憨之妻。秦妹子，你在现场吗？看到那盒子没？没看到也没关系，我录屏了。秦妹子，我发给你啊。我不知道你脾气啊，反正这事儿换我可忍不了。一月，感谢。浮云啊，不用谢我，毕竟我要是不发给你媳妇啊，你那点私房钱就真的被那群小辈给黑了。浮云仙尊的牌位颤抖了一下，然后直挺挺的倒了下去，太丢牌了。长老姐姐，你亲戚来了吗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你二大爷才来了，你瞅瞅，方圆千里的山峰都被你夷为平地。你知道宗门有损失多少吗？至少数百万仙晶。让我炸的是你，真炸了你又不开心，宗门不能让我赔吧？才艺展示结束了，就剩下评委打分，事后我会走公款给你报了。哦，不对劲。什么不对劲？钱不对劲，100万仙晶说报销就报，而我参赛拿个第一，宗门也才给20万仙晶。武长老，你实话和弟子说，这次比赛的奖励是多少仙晶？完了，太爽快，宗怀疑了。1000万。你在捣鼓什么？我找找退赛按钮在哪。不行，3000万，真就3000万。你猜我信不信？行啊，别捣鼓了，新秀赛第1名奖励8000万仙晶。三藏眼睛都红了，8000万就给他20万，这已经不是黑不黑的事了，这特么就不是人。喂，你可别乱来呀，真赔不起了。整个苍玄域的人又看见了一股巨大的牛逼士气，好在已经没东西可炸了。你还来？你听我讲遍。不对，是解释啊，我解释给你听。你也知道，乃汉梯宗主在修圣魔融合之道，可这需要无数次实践才能成功，而每次失败，我浮云宗都需要花费庞大的资源，加速宗主从轮回归来的速度。宗内已经快揭不开锅了。这也不是克扣我7980万仙晶的理由。喂，诸位长老，江湖救急呀！
望着一个个上一秒还在线的长老，在收到他信息后，头像便迅速下线变灰。小萝莉也破罐子破摔了。这样就当做没向你借的，等那憨批宗主突破仙帝了，你找他要。好说好说，来，打个欠条。三藏门清得很，虽然他可以多要点实际的好处，不过他对于仙境的需求并不大，毕竟他的修炼功法比较特殊。现在不过是讨要一个说法，人家仙君都给你台阶下了，你一天先别给脸不要脸。成交。小萝莉也很爽快，反正走公款又不用他掏钱，头疼那也是憨批宗主头疼。1个小时后，本届的新秀展多出了不少有意思的选手呢，各选手的支持数据已统计完毕，让我们一起听听仙尊评委对前100名新秀的点评，并选出最为出色的选手。当然，没上榜和落选的选手也不用失落，新秀赛最终排名及奖励看的是最后一轮的实战比拼哦。所以前2轮都是整活。肤浅，真以为天地宫和浮生天宫闲得没事干整这么一出？前面2轮更多的是采集每届飞升者的体质、天赋和形貌，你可以理解为信息烙印。那我要是不参赛，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信息泄露？那样只会被区域网重点照顾，底裤都给你扒拉出来。那岂不是毫无隐私可言？放心吧，至高仙气区域网不受任何人、任何势力的控制，也不会将消息透露给任何人，因为那是曾经至高天地的仙气。这话说的你自己信吗？要知道，蝙蝠侠可是知道正义联盟所有人弱点的。唉，可你有的选吗？王座上的九霄、璃月，还有排位也在迅速的浏览前100名的财力，有魔道吞噬生命金符，妖兽上演繁殖能力的，玩剑的，玩空间的，自爆的，甚至还有让石头自己变成仙兵的，和推演过往因果。石头，你能变成我想要的样子吗？这个陆珊珊很不错呀，很有惊喜感。石头可以变，别的也能变吗？先待定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更好的。还有这个慕容仙因果轮回仙体，让我看看推演的是啥。不，三藏没有小，影响不好，待定。看了半天，你觉得谁能当第1名？当然是三藏了。这一炸惊天动地，炸出了风采，炸出了气质，炸出了反正炸得好。私房钱嘛，确实不错。我觉得评选为本次比赛第1名，倒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。璃月当然知道九霄这傻狍子的想法，评为比赛第1的影像是要在万象时内的万界一文里循环播放的。那私房钱飞上天的影像太炸裂了，相信浮云仙尊回来时看见万界一文里炸裂的一幕，也会变得很炸裂。吧唧，浮云仙尊的排位当场就跳了起来宣布抗议，可却被眼疾手快的九霄啪的一下按倒。好大的风啊！排位都吹正了。看着那傻狍子颤抖的手，璃月赶紧用威胁的眼神示意往生花宣布结果。一个是将来可能会完蛋，一个是现在马上会完蛋，实在不好意思了，改天登门赔罪啊，浮云大佬。根据评委一致决定，三藏成为本次新秀赛才艺展示环节第1名。而在宣布比赛结果瞬间，弹幕开始疯狂涌出，仙尊的排位也不再颤抖，安静的如同一条没有色彩的死鱼。拿了第1，太棒了！淡定，反正对成绩没有影响。成绩算个屁！第1名的影像放在万界一文上做宣传，1年有整整100万现金分成呢。宗门还欠我8000万，这100万。安啦，1分都不会少的。你万象石给我，我替你上传下第2轮形体展示的素材。三藏一脸好奇地盯着直播间，这腹黑萝莉口中的素材是什么？直到他看到自己光着上半身的艺术照出现在直播间时，眼睛都红了。我和你拼了！不过好在没多久，直播便被评委关了，三藏也失去了第2轮的比赛资格。随着闹剧落下，第2轮最终被百花宗骆明月拿下。新秀赛第3个项目实战比拼即将开始，区域网将综合所有参赛选手在下届的表现、当前的境界、修行的功法、自身的体质等多种因素做出判定，选定战力前100名进行比赛。本轮比赛将选出苍玄域最强大的10位新秀，参加整个无上界的新秀赛。参赛选手通过将神石注入万象石，便可进入比赛空间。区域网会完全复刻参赛选手的能力，也请诸位选手放心，至高仙气会保证各位的隐私，除自行展示的实力，其余信息都会被隐藏，就连至高仙气都不会窥视。好了，对战表已经形成。第1场，浮云仙宗三藏对战天地宫商九，这将是和平与空间法则的对决。你敢信这老六将核裂变灵灵气于不仅威力巨大，还整出了活死神，污染敌人的灵魂，使其热爱和平。你那自爆的能力，应该是引爆灵气。对了，什么叫自爆？那是艺术，和平的艺术。艺术就是派大星，你懂不懂这含金量？哼，胡言乱语！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是境界足够高，连站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。刹那间，无数空间骤然折叠，直使之巨顿成天涯。破坏力再强，打不中人又有何用？跨越一个大境界，击败对手的感觉，纵然是我，也会觉得很美妙。你可能弄错了一件事情，我的艺术可不仅仅是引爆灵气，比如你的空间法则。
当光与热降临，人们总是怀念和平的来之不易，并忏悔过往罪孽。见过和平的光芒吗，少年？瞬间空间法则便被引动，变得极不稳定，并引动其他空间法则，形成链式法则。虽然我不懂裂变的原理，但若是利用灵气和法则产生的裂变，会形成辐射吗？靠！我看见了什么？空间法则都被炸了！离谱！引爆灵气就算了，恶魔法则也能，这不小能玩。那还打鸡毛？天仙境9重天打一群地仙，更别说能全方位无死角的自爆。而此时被炸出比赛空间的商九浑身都在颤抖，似乎在压抑着什么。喂，你没事吧？被炸傻了。忘我还将你当作对手，不过一次失败，心性就崩了，废物。怎么不服？等我打完比赛再干上一场。要和平啊！一灯于爱姆赛方。我和平。若是三藏在场，不得不感叹真炸出核辐射来了。这小家伙有点意思啊！法则虚无缥缈的存在，居然也能引爆，哪怕我们已成仙尊，也只能以力破之。红云，我要个交代，下界飞升上来的天才，我天地宫有优先选择权。此等天才，你浮云宗竟然秘而不报。交代自爆要不要？北冥大世界知道吧？三藏是今年诞生于北冥并飞升的。1000年前我宗弟子北冥落雪与浮生天宫那点破事你也知道，怎么你想摘桃子？信不信老子去天地宫炸给你看？破灭本源，世界还能存在，并诞生这么个妖孽，谁信呢？哎，没想到你这傻狍子心思还挺灵敏。混！很快第2轮的对战秒更新，无上和平体三藏对战明月山和仙体洛明月，洛明月都快哭了，他就一辅助，虽然他不缺攻击手段，但问题是破不了防啊，怎么打这个很攻喊却酷酷一顿炸的变态。不行，哪怕面对不可战胜的敌人，我也要有亮剑的勇气。山河错落，月影临川。凡山河境内，月光之下，皆无所遁形。三藏看着眼前熟悉的体质，不由又回忆起洲际导弹。妹子，你我有缘啊！来，加个石头，以后藏爷罩着你。你该不会是想怕我吧？洛明月此话一出，观看直播的众人纷纷打开了录屏功能，这可比比赛有意思多了。你若不介意，我倒也不是不行。说正事，凡被你这明月山河体笼罩的敌人会怎么样？哪儿也逃不掉。那你觉得我这和平之光威力怎么样？很强。有思路没？笨呐，思路放开一点，你展开山河界来锁定敌人，提供坐标，我用和平之光来打击，我们合在一起，那就是精准和打击，让和平之光照耀整个无上界，我称这为洲际导弹2号。洛明月最终还是被忽悠的加了个石头，并主动认输。若是三藏知道他的和平之光已经进化出辐射了，怎么也得炸上一炸。随着比赛的进行，三藏没有任何悬念的夺得了第一，替宗门赢回了8000万仙金，实际到手20万，还有一张7800万欠条。好多小钱钱呀！安啦，我浮云宗这么大的宗门，难道还会少了这区7800万？等宗主从轮回中归来，他老人家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三藏也看开了，这欠条归欠条，这钱还是不能去要的，不过总归是宗门欠他的。对了，不是还有24域的比赛吗？什么时候开始？5年之后开赛。这么久？5年而已，闭个关的功夫都算不上。嘿嘿，我今年86岁。行，你天才。根据经验，新人在无上界站稳脚，熟悉无上界的过程，平均需要5年。这5年的时间里，有的新秀会崛起，有的新秀会陨落。到时候哪个界域出现了被淘汰的新秀，就由新崛起的新秀替补上来，这样更能代表这一届新秀的实力。你去哪？去找某人算笔账。谁呀？吴大力，呸，是秦勇那混蛋。去吧。这样，你帮宗门夺得了新秀赛第一，宗门一致决定让你接管物资处的调度。你算完账后记得去报到。物资处调度，那岂不是有油水可捞？大力师兄是我啊，我来感谢飞升时师兄对我的帮助。这里是100仙境，请未来的长老原谅我之前的所作所为，不要计较。秦勇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要早知道眼前这小师弟资质如此逆天，当初怎么也不该和别人打赌，徒手接从空中掉下来的小师弟了。这里是整整20万仙晶，师兄觉得我是缺仙晶的人。还奴死了，还是个记仇的主。那藏爷的意思是？简单，你也做一次空中飞人，且不能动用任何灵力和道具，上演一场自由落地，你我恩怨两清。这自由落体的视频肯定能火，不过该配怎样的文案？小师弟还钱，小师弟还钱。钱？什么钱？哼，你想赖账，这是欠条。
你看我这记性，10块仙金对吗？这里是20块，不用找了。姐就喜欢你这财大气粗呀！看来这次新秀杯第1名，宗门奖励了你不少仙金啊。8000万就给8万，合理。合理什么啊？合理，8000就给8，奸商见了都流泪。师姐，你这是被压迫太久了啊！什么8万，是整整8000万。8000万，宗门日子不过啊！你将数十座仙山占没了，宗门不让你赔就已经很大方了，居然1颗都没克扣你的。其实，小师弟，借一步说话，借钱免谈。这是你逼我的。女人，你在玩火啊！要不是看在你是大师姐，以你天仙8重天就敢敲诈我，早就削你了。哼，难道不是因为我是你姥姥？姥姥？什么姥姥？乱攀关系可没用。行了，别装了。燕小小是我外甥女，你和燕小小那点破事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没大没小，叫姥姥。那啥，家里的鸡还在炖锅，没啥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大师姐，叫姥姥不叫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借我点仙金，我叫你大外甥，你叫我大师姐，我们各叫各的，都是一家人，谈什么借不借的？大师姐，你说个数，只要我有200、2000、2万、20万。嘿嘿，难道是20？20还用你借？是2000万，放心，以后姥姥赚钱了还你便是。2000万，你要这么多现金干嘛？不是，怎么 BGM 都起来了？这对吗？唉，我欠宗主3000万仙金，这近1000年来，除了修炼外的资源全还了，也还欠2000万。3000万，大师姐，你该不会是将宗门主封炸了吧？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？什么意思？算了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，你就说借不借吧。为什么是为了我？近1000年，那就是1000年前的事了。可那时候我都还没出生，怎么就扯到我头上来了？找机会打听打听。那你看看这个，欠条7980万，宗门就拿这个忽悠你。要不你拿着欠条去抵债？算了，这欠条你留着吧，这么大一人情用在我身上也浪费啊。走了。你怎么还跟来？这是去物资处的路呀，宗门让我接管物资处管事一职，我这是去任职。大师姐你呢？既然你是管事了，等会帮我微调一点这个月的修炼资源呗。师弟刚来物资处，除了明面上的规则外，还有一些潜规则需要注意。首先第1条，绝对不能放任北冥落雪一个人在物资处。小小，你礼貌吗？大师姐，你怎么也在？我一直都在，好吧。接下来是第2条，宗主的月俸不能直接发给宗主，要放到那边的乾坤袋里，到时候会有专人过来取。若是宗主亲自来物资处取钱，那该给还是要给，但要偷偷记录好，等到专人来领取的时候，将记录交给那人。工资上交，藏私房钱，不是？堂堂仙尊活得也太憋屈了吧。第3条，物资还剩下7成的时候，就要对外宣称告罄了，这7成将是战备物资，除非有长老级的人物亲自来取，不然卖都不能卖。第108条，物资处的管事有点小权力，可以根据当前宗门资金状况，对弟子的月俸进行微调。潜规则就这么多了，你都学废了吗？应该是废了。废了就好，咱们物资处最大的任务，除了调配物资，就是囤积和采购物资。你是不是挺好奇，觉得宗门里空荡荡的，没有多少人呢？因为大家都去造仙灵梭了，这里存着12艘仙灵梭，都是师兄师姐们一点点打磨出来的。咱们宗门出彩的就是这仙灵梭，整个无上界敢称第1，没人敢称第2。造船果然飞升仙界会被抓去挖矿，不是空穴来风，这特么都直接拉去造船了。打造仙灵梭的师兄师姐不需要修行吗？修行也是要天赋的，有天赋的修行，没天赋的只能去创造价值来养活自己。师弟呀，其实让你来物资处是我的主意。境界地仙境，你有这么大权力？我有个姐姐叫叶雨晴，所以呢？她嫁人了。嫁人了你还说个屁？娶她的人叫浮云。浮云就是被你将私房钱炸上天的那个不靠谱的师尊，浮云仙尊。大师姐，你说师尊从轮回中归来，不会找我麻烦吧？这私房钱我是一点不敢动，全被5长老顺走了，我这还有留影证据呢。大概没问题吧？钱不钱的问题不大，师尊他老人家自己都不记得私房钱藏哪了，主要是这事嘛，被师娘看见了的话，师尊他可能就真的凉了。整个无上界都看了直播，那师娘的。
说吧，宗门让我帮什么忙？直播带货。奇变偶不变。哎，我就让你直播带货，怎么还胡言乱语了？不是穿越者，思想也这么超前，居然想在仙界搞直播带货。没什么，既然是让我来播，那我出场费怎么给？哥们拿下了苍玄玉星秀杯，现在也是明星人物，坐拥无数仙粉。既然想借用我的影响力，这费用得说清。利润宗门和你55分如何？宗门还欠我7980万仙晶呢，好意思吗？我说个数，82分，而且还要单独给我算出场费。你要知道，直播也不是无本买卖，宗门已经联系万界译文，花大价钱买下最大的广告位，而且后续卖出去的货物，宗门也是需要组织人手，将货物安全送到客户手中，这其中的开销。打断一下，我们谈的是利润分成，这些开销也有我的一份力，最低73。成交。出场费的话，1艘仙灵梭。这仙灵梭价值如何？市值800万仙晶，其搭载的火力远超一般的仙君级战力。不过每艘仙灵梭都需要100来人操作才能发挥出完整性能。人不人的以后准有办法，但这仙君级别战力是真的香啊！大外甥，帮我也争取下好处，求求了。等小小飞升上来，我替你多说点好话。嘿嘿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别太过分。那我走。什么要求？让大师姐也参与进来。叶雨潇本想拒绝，可一想到北冥落雪那3000万的欠款，而且后续直播事宜也确实需要人手，也就同意了。分配问题谈妥了，那这次直播的货物是什么？重头戏就是这12艘仙灵梭，还有宗门产的丹药。其次便是宗妹弟子长老们的一些闲置法宝、道具、功法之类的。当然，为了这次直播的人气，只要下单，我们便会送一张由你开过光的签名照。那得加钱。算了，也有我的一份。直播什么时候开始？1个多月后吧。这期间，我们需要为直播造势和收集直播货物。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三藏等人收集了无数法宝、功法、道具，其中不乏奇葩，什么8000年前的苹果核、狗妖吃剩的骨头等等，甚至发现了一头吞噬灵气产夜明珠的夜明珠。不过猪猪被三藏的人买下来了。夜明珠能加速吸收灵气的过程，完全不愁没销路。若是我的猜想没错的话，那我可能真的要发了。三藏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夜明珠不能主动吸收灵气，只能通过吸收仙晶中的灵气来产夜明珠，而直接灌输灵气给夜明珠吸收，成本又是仙晶的100倍。但三藏不同啊，他可是掌控核裂变和巨变的高科技修仙者。三藏看向猪猪，露出和善的微笑。我有一法，可以使灵气滔滔不绝。小猪猪，你有口福了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饿肚子了。来，吃我一招和气生财。我靠，不能撑炸了吧？还没等三藏继续往下想，空中开始下起了夜明珠雨，将三藏人都埋了进去。发财了，嘿嘿，发财了！火眼云烟向你发起了通话请求。二长老，你找我啥事？明天是宗主从轮回中归来的日子，等成功接引宗主归来，你跟我出宗门一趟。我这有一些对你那自爆的可行性方案，但需要实测一些爆炸数据。难道长老破解了那2套公式了？听二长老安排，这么快就7期49天了，宗主他应该不能找我炸出他私房钱的麻烦吧？都过去49天了，没算到浮云的轮回身就算了，浮云的轮回之锁也没打探到吗？浮云宗对这件事的保密工作很严，打探不出任何消息。那就可惜了，又损失了一个围观的憨憨轮回，然后嘲笑的机会。仙尊，你快看万界一文，浮云宗开直播了，标题是泪目众长老合力接引仙尊归来，浮云仙宗大团结，穷疯了吧？10块仙晶才能解锁观看。你在犹豫什么？10块仙晶就能吃这么大的瓜，太值了呀！快买！诸位起阵。浮云之名，响彻万界，归来。这是灵鸦，好强！大外甥，快跑！根据以往经验，估计又要炸。这是轮回失败了吗？不是，我这便宜师尊还能见面吗？不过仔细一想，好像这样也不错啊。诸位辛苦了。不辛苦，钱包辛苦啊！宗主啊，你是不知道宗内已经快揭不开锅了。为了维持运转，甚至直播了这次接引过程。直播还开着的吗？开着呢。大家好啊，我是浮云，我又回来了，感谢你们的捧场，让我们下次轮回再见。下播。听说宗内飞升了一个天才，叫三藏，体质还是无上和平体。星宿杯的直播我看了，那一炸很精彩，将他的万象号推我有一点私事找他。江明
老人家的私房钱都炸上天了，能不精彩吗？而且直播内容还要放在万界一文频道循环播出整整1年呀，相当于公开处刑1整年。我家申请添加你为好友。我是你师尊，通过下。三藏手一抖点到了拒绝。哈哈，你再拒绝一下试试。你已添加我家为好友。三藏一脸心虚地盯着万象石，内心已经将各种可能想了个遍，但万象石却毫无动静。别等了，宗主他暂时没空管你。什么意思？你师娘来了，现在这情况可能跪着呢。还记得我发你的消息吧？跟我出宗一趟，找个地方实验实验。